这是一张危险的画，它是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这张画里，维米尔以非常简洁的构图捕捉了少女回头一望的那个瞬间。少女的目光柔和而且神秘，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好像要说些什么。画面的背景被处理成深沉的黑色，突出了珍珠的光泽和少女皮肤的细腻。那么为什么我刚才说这是一张危险的画呢？因为维米尔在画这张画的时候比方说在塑造少女的皮肤，描绘那颗珍珠，以及勾勒她衣领的光泽的时候，他使用了一种颜料叫做铅白。而铅白呢是有毒的，它会引起人的慢性中毒。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主题，铅白剧毒的诱惑。那么下面呢，咱们还是先从17世纪的荷兰开始讲起。在17世纪的荷兰的一个工坊里，几个工人正忙碌着，他们正在制作一种颜料，这个颜料呢就是铅白。那么铅白是怎么制作的呢？他们先把金属铅放进陶罐里，陶罐里呢再倒入醋酸，让醋酸和金属铅发生反应，然后呢再在这个陶罐外面堆上马粪，利用马粪发酵产生的那个热气起到一种催熟的作用。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放了铅片和醋酸的罐子里面就会出现一种白色的结晶，这种被称为铅盐。而这个铅盐呢就是当时绘画中非常重要的颜料，叫做铅白。铅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当时它是效果最好的白色颜料，它的那种白带着一种柔和的光泽，它的遮盖力很强，能让颜料层看起来厚实温润，并且呢它与油画颜料里的油反应之后能够稳定的干燥，然后等它完全干透以后呢，就会产生一种类似珍珠一样的光泽，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柔光。在光线的照射下，它不会轻易泛黄，可以说在当时的古典绘画里，铅白堪称一种完美的白色。工坊里的工人们在制作铅白的时候他们会用铜制的勺子小心翼翼地把它刮下来收集起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看起来柔和的白色颜料其实正在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他们的身体，他们每一次呼吸都是在吸入死亡的气息。铅白的制作方法其实不是太干净，但是在这种污浊中诞生的这种白色却令人更加难以抗拒。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铅白已经成了艺术家们必备的颜料，比如达芬奇、提香、伦勃朗、维米尔，他们都曾经用铅白作画。达芬奇在蒙娜丽莎的皮肤的那个晕染层里面使用了铅白，调出那种柔和的感觉，让他的面部过渡更为自然。而伦勃朗在他的夜巡里面有厚重的铅白堆叠那个光的焦点，让画面中亮处就像从暗夜中自然在发光。以及咱们讲过的维米尔，他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也使用了非常精致的铅白。但是被铅白迷住的可不仅仅是艺术家，它还是当时上流社会女性的化妆品。那时候的女人为了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白皙，散发出那种柔光，就会在脸上涂抹铅白做的粉底。然而她们并不知道的是，这样的美它是以缓慢中毒为代价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她们皮肤会发灰，牙齿会脱落，神经会紊乱，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被侵蚀。当然呢，因为每次接触的量都不算大，所以当时欧洲社会的艺术家也好，上流社会的女人也好，她们不至于马上就引发严重的问题。但是呢，这也是铅白最可怕的地方，它是一种缓慢隐性的毒药，就像温水煮青蛙，伤人于无形之中。这铅离子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在人体内积累，而人体呢几乎无法代谢掉它们，于是呢它们就会长期的沉淀在骨骼、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中。结果呢，就这些无法排出的铅会逐渐损害人的健康。除了咱们刚才说过的那些之外，时间久了之后，铅中毒还会损伤人的智力。后来呢，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铅白这种颜料是有毒的，并且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也开始寻找它的替代品。最早出现的替代品呢，在19世纪初叫做新白，再然后呢，又出现了一种钛白，这个钛就是钛合金的那个钛啊。钛白是没有毒的，因此呢，钛白成了现在绘画中最主流的白色颜料。而能让人慢性中毒的铅白呢，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绝大多数国家，铅白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只有经过特别审批的艺术修复领域才被允许使用。什么意思呢？比如你要修复一张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当时的颜料去修复，
才能最还原它以前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比方说颜料里就有可能需要用到铅白，但是呢，它现在是一种严格管控的产品。刚才这就是铅白的故事。最后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危险并不是以面貌狰狞的样子出现的，危险的东西也有可能是看起来柔和的、优雅的，甚至是完美的。铅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我是孤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